1965年11月28日，台湾迎来了第一架 F-5战机，标志着 F-5系列战斗机在台湾的服役。从此，台湾通过海外军售和军援计划，引进了92架 F-5A 战机和23架 F-5B 双座训练机。首个换装 F-5的单位是台南的443战术战斗机联队。随后，其他4个战斗机联队也开始使用这些战机，整个计划被称为玉山计划。到了1972年，美国要求台湾将48架 F-5战机交给南越空军。这一时期，美军还从冲绳加手纳基地调派了44战机中队和67战机中队的48架 F-4战斗机，加强台湾的防空。此外，美国还在台南空军基地设立了一个分队，并转交了 T-38教练机，以便维持空勤人员的飞行技能，并加速 F-5E-F 战机的引进。1975年5月，美国交付了28架全新的 F-5E 战机，标志着虎安计划的启动。这批 F-5战机不仅增强了台湾空军的战力，还包括一些从越南战场回收的 F-5V 和 F-5CF5战机，后者直到1987年才退役。F-5B 则一直服役到1996年。此期间，部分 F-5A 和 F-5B 战机被封存并改装为靶机，在天剑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到2000年时，仍有2架 F-5靶机停放在清泉港机场的汉翔厂区。此外，台湾空军还用这些 F-5战机与菲律宾交换了 P-51战机，并与比利时交换了 F-104战机。1978年，台湾与美国断交后，担忧美军撤退后可能出现的安全空缺，台湾发起了自强运动，成功筹集资金购买了18架美制 F-5E-F 战斗机，进一步增强防御力量。F-5战斗机由美国诺格公司在1950至1960年代开发，以其经济、易于维护、出色的短距离起降能力以及卓越的性能闻名全球。美国共生产了1871架 F-5系列战机，而台湾不仅引进，还自主生产了616架，成为世界上 F-5战机最大的使用国。F-5战机在全球范围内非常受欢迎，广泛应用于20多个国家，并与法国的幻影3型战机、苏联的米格杠21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。接下来 F-5战机的基本规格如下：全长14.69米，翼展8.13米，机翼面积17.3平方米，空重4347公斤，正常起飞重量约为7吨，最大起飞重量可达11吨。它的最大载重为3.18吨，最大载弹量为2.8吨，最高飞行速度可达1741公里每小时，作战半径220公里，最大航程2860公里。F-5的实际升限为15790米，起飞所需滑跑距离为610米，降落滑跑距离则为762米。与 T-38战斗机相比， F-5具有更大的进气口，能够适应更强大的发动机气流，且进气道后部两侧装备巨大的百叶窗式辅助进气口，用于清除负面气流。F-5装备了2台 J85-GE-13 涡轮喷气发动机，这些发动机设计紧凑，便于维护和更换，甚至可以手动拆卸。燃油储存在机身油箱中，总油量为1678公斤。机翼内没有油箱。F-5还配置了独特的 G 尖型副油箱，这种设计考虑到超音速飞行的需要，呈蜂腰形状。操控系统相对传统，采用机械操纵，并增设了增稳控制系统，包括方向舵配平、补氧偏航和震荡抑制功能，确保飞行稳定。F-5的武器系统非常强大，配备了2门20毫米 M29 转膛机炮，每门机炮可装填280发弹药。机炮位于机头前部。此外 ，F-5还能够搭载 N9空对空导弹，并设有5个挂载点，可以挂载多种武器，如响尾蛇导弹、82克瓦查通用炸弹、蛇眼炸弹、83克瓦查和84克瓦查炸弹、M117炸弹、来68 AAA 火箭发射器、航炮吊舱以及副油箱等。部分 F-5改进型甚至能够发射小牛空对地导弹，极大地增强了其多用途作战能力。1954年，美国诺格公司派遣团队前往欧洲和亚洲，了解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的需求。经过调研后，诺格公司决定自行研发一款超音速战斗机，主打低成本、易维护和能够在短跑道甚至航母上起降的特点。
1955年，洛格公司启动了轻型战斗机项目，并开始制造 N156T 教练机，后者成为 T-38 战斗机的前身。3年后 ，N156F 型号的原型机完成，并交付美军评估。美军认为这款战机非常适合用于提供给盟国，帮助其建立现代化空军，尤其是那些无法承担昂贵美制战斗机的国家。1959年5月31日，洛格公司完成了首架 N156F 原型机的制造，并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了试飞。接着，在同年7月，飞行员罗内森完成了首次试飞。1962年4月25日，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将 N156F 列入军援计划，并赋予其 F-5的型号。短短2个月后，洛格公司便签订了首个价值2000万美元的合同，开始生产 F-5VB 型号战机。在1965年越南战争期间，鉴于4代重型战斗机的高维护成本，美国空军开始考虑使用性能较为一般但维护成本低且结构简单的 F-5战斗机。尽管 F-5的性能并不突出，这一提议还是引起了不少关注。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，台湾空军接收了92架 F-5A 型和23架 F-5B 型战机，但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，大部分飞机被转交给南越政府，而剩余的则被置于预备役。进入70年代，瑞士空军决定对其主要机型进行现代化升级，并选择了诺斯罗普公司生产的 F-5E 型号，以取代其原本的英国猎人式战斗机，执行防空任务。1971年，沙特阿拉伯通过美国的和平苍鹰计划，获得了20架 F-5B 和30架 F-5E 战机。4年后，沙特再次收到40架 F-5E 和22架 F-5F。1982年，沙特还购买了10架 F-5E 型侦察机，并于1974至1976年间采购了4架 F-5E 和1架 F-5F 战机。同样，伊朗也于1974年至1976年间进口了166架 F-5EF 战机，并将其分配到多个中队。然而，直到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时，伊朗的 F-5E 战机数量已不足1个中队。1968年，台湾与美国诺斯罗普公司展开了合作，商讨生产 F-5EF 战斗机的计划。1973年，双方政府签订了协议备忘录，诺斯罗普公司提供了生产所需的技术、人员培训和必要工具，而美国则提供了相关航空装备，确保生产顺利进行。从1973年至1986年，台湾共生产了242架 F-5E 单座机和66架 F-5F 双座机，总计308架战机，更新了台湾空军的装备。整体来看，台湾空军使用的 F-5EF 战斗机共计336架，其中一些来自美国的移交。在1975年越南统一前，南越空军拥有22架 F-5E 和4架 F-5A 型 F-5战机。随着越南统一的到来，这些飞机大部分被飞往泰国，而美国则将其运送回本土的麦克利兰基地封存，以便未来有机会重新出售给其他国家。1976年，瑞士启动了和平阿尔卑斯的现代化换装计划，首先通过美国采购了66架 F-5E 和6架 F-5F 战机，随后在1981年又购买了32架 F-5E 和6架 F-5F。到了1985年3月，诺斯罗普公司完成了交付任务，这些战机被瑞士空军用于特技飞行队的表演。在1974至1986年间，诺斯罗普公司共向韩国空军交付了233架 F-5E 型号的 F-5战机。不久后，约旦从美国购买了61架 F-5E 和12架 F-5F， 并从苏丹获得了1架 F-5F。尽管只有1个中队仍在使用这些战机。1980年，伊朗和伊拉克爆发了两伊战争，伊朗的 F-5战机与伊拉克的米格-21展开了多次空中对抗。最初，伊朗在机队训练上占有优势，但随着伊拉克不断引进苏联和法国的武器，伊朗逐渐失去了领先地位，损失也逐步增加。尽管如此，伊朗空军的 F-5战机还是成功击落了伊拉克的米格-25战机。同年，韩国航空工业与诺斯罗普公司签署了生产许可协议，开始在韩国本土大规模生产 F-5E 和 F-5F 战机。在20世纪70年代初，台湾空军启动了现代化计划。1973年，台湾航空工业公司与诺斯罗普公司达成协议，
开始在台湾生产 F-5E 战机，并命名为中正战机。到1979年，台湾航空工业中心增加了 F-5EF 仿制型号的生产数量，并持续生产至1986年，共计生产了242架 F-5E 和66架 F-5F 战机，其中部分仍在台湾空军服役。2002年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瑞士重新购入了32架 F-5E 战机，经过翻新后命名为 F-5N， 并交给位于内华达州法伦海军航空站的海军 VFC-13 和陆战队 VMFT-401 使用。然而，2021年6月1日，伊朗发生了一起 F-5战机座椅弹射意外，导致2名飞行员不幸丧生。总体来看 ，F-5战机相比当时的米格-21具有明显的性能优势。这款战机被设计为理想的轻型战斗机，完全符合当时的客户需求。尽管在发动机动力和推力方面存在一定的限制，但它通过气动设计优化，依然能保持超音速飞行能力和优秀的亚音速空战性能。此外，尽管 F-5的空机重量为6吨，它的最大载弹量可达到4吨，超出了米格-21的载弹能力，这一性能表现非常出色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对于这些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。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。我是环宇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